当你在事业上迷惘、挣扎，不知道是否该继续还是放手，宇宙与天使们其实一直都想要给你讯息。今天的占卜是为了你正在考虑职涯转换、创业或是在工作上迷惘的你所预备的哦。我们会连结宇宙与天使的能量，透过塔罗看见你接下来的最佳方向与灵魂讯息。我是星际舰长 Wilson， 灵魂导航者与塔罗疗愈师。现在请闭上眼睛，定下心来，做3次的深呼吸。心里可以想着我在事业上该坚持还是放手。可以观想自己的姓名、长相、生日以及住的地方。睁开眼睛后，从这3组牌卡当中选择一组你最有感觉的牌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呢，目前的话呢，这样看起来关于工作啊，或者说事业上面啊，目前的这一个心啊，可能是比较烦的哦，会比较繁杂一点啊，你会有一点就是会比较想要偏向做一个转换，或者是说你会有想要比如说转换跑道啊，或者说去到一个新的产业，或者是所谓的转型啊。目前看下来，其实你还在观望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就是有点想要跨出去，但是还跨不出去，就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可能还有一点顾虑哦，就是还有点担忧啦，还有一点恐惧、害怕，不知道怎么跨出去这样子。所以呢，其实第一个的话呢，目前其实你会有点像是选择障碍的感觉，你会卡在一种，我是该继续呢，还是说我想要去尝试看看新的这个工作机会也好啊，或者说新的合作的这种方案啊，这种的，其实以目前看下来，目前现阶段呢，可以先做一些释放跟那个净化，因为目前思绪是比较混乱的，所以你目前不管做任何决定呢，都还不是时候还比较不适合去做决定啊，所以目前呢看下来的话，其实在工作事业你很想要有所扩展，你会很想要有所作为，但是发挥不出来的这种感觉。目前以你现阶段的工作的职场环境啊，或者说你目前遇到的这个事业好了，可能你会很想扩展，很想有所作为，但是没有你发挥的余地，而且会蛮内耗的哦，你会有点想的比较多，或者是说可能给你的这一个压力比较大啦，给自己的压力蛮大的，尤其是比如说你是有下属，或者是说晚辈啊，或者说你职场上是那种可能年纪比你小的人，给你的压力其实蛮大的哦，在后面一直追着你，给你就是可能很容易让你被盯上啊，或者是说给你的一些就是可能工作能力比你好啦，或者是说可能很容易把你跟他一起做比较，让你觉得压力很大，但是其实你是很有野心的，你会很想要扩展，但是就是能力啊各方面就是没有那个机会，或者是说发挥不出来，尤其是职场上也要特别注意，就是关于小人的问题，小人也有可能是怎样负能量啊，负能量也有可能会比较多一点，让你觉得比较内耗，或者是说让你觉得好像不是你想要的，所以你会有点想说在找新的工作啊，或者说想要在边看啊，边看边转型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只是目前现阶段可能还在观望，
还在看，那其实我觉得也不着急因为其实目前还不知道怎么选择那我觉得比较好的是说，我们先让心静下来，把思绪啊各方面先把它是捋清楚之后呢，我们再看后续可以怎么去做选择，我觉得会是比较好的。因为目前现阶段先让自己休息啦，先让自己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先让心静下来。因为目前是有很多想法，每个人给你的意见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往内去寻找，你要让自己去向内探索。与其你到处去问啊，问别人啊，问朋友啊，或者说问你的这个可能相关的这些人员，那不如就是问你自己问你内在的这个高我、天使啊，或者是说指导灵这些的。待会我们会看一下那个天使的建议。那我们看一下雷诺曼的这个部分，就是说目前啊，你会觉得有一点就是内心有点孤单啊，比如说职场啊，同事其实也是蛮多的，但是你会觉得好像没有共鸣，就是在一个人群里面，但是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人，找不到那种认同感啊，或者是说好像觉得不知道我做这要干嘛，找不到那个价值感跟方向，就是感觉没有很开心，然后有点寂寞，然后你会开始要走，感觉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路呢，是一种成长的这一个方向，可能外人啊，或者说旁边人看起来好像有点冒险，有点危险，有点就是所谓的跨出舒适圈好了，但是我觉得当你跨出去之后你是会变得比较成熟而且是会有成长的，就是那一种成熟的韵味啦就是说当你跨过去之后，或者是说你所谓的转型啊、改变啊、转换之后，阵痛期过了之后我觉得你的那一个后面带给你的这一个回馈啊，或者说的这个给人家的感觉其实是很好的，所以可以坚持下去好不好它是有一个顺序这样下来的，所以其实应该是说有些人是怎样，你会觉得他的气场很强，他能力很好，但其实是历练过的他是那种淬炼过、经历过那种历练的过程，让他慢慢的达到现在这个阶段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们这样看下来，我觉得你内心其实很想要换，你是很想要去转换，或者是说想要去到一个你觉得比较适合的地方，但是目前现阶段我觉得要有那个步骤你可能要先让自己的心先静下来，因为目前看下来是很混乱的内心是比较多想法，比较杂，而且对于比如说妈妈也好，那种女性长辈啦，你会觉得顾虑比较多挂碍比较多，或者说这个他们对你的影响是比较大，也有可能是主管如果你的主管是那种女性啊，然后是比较偏中年的，中年以上的，那如果像我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去接受挑战啊，然后去面对这个转型啊、转化，先说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它是充满挑战性的但是我觉得后面是好的，后面你会有自己的这个就是淬炼过后的这个芬芳啊，是还不错的。那首先第一个有没有天使建议给你的讯息是，大天使约菲尔说，消除堵塞之物，净化在你周围的能量，并运用风水。哇，他提到风水就是说要去净化一下你的空间。那其实净化空间有很多种方式，如果你比较不清楚的话呢，可以再私讯我啦，好不好？可以在私讯做询问，就是说我们的能量要流动，然后我们的空间要干净，你的心思才会稳定，你的心思才会比较静下来。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整理的话，都会找那个诊疗师，有没有那种居家诊疗师？那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内在环境会反映在我们的外在环境当中，所以当我们在整理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外在的这个事物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整理我们自己的内心你也是在整理你自己的这个思绪啊，然后让你自己的这个心理啊、环境啊是比较干净的。那在第二个的话是大天使麦达场说，专注于你最高的优先顺序，我会帮助你变得有组织
知力与动力哦。哇，优先顺序诶，所以他这边提醒你的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把顺序放错了，或者说重心啊没有抓到那个重点。优先次序加上我们刚刚讲的嘛，你的象棋卜卦其实你会很想要发挥出来，但是好像一直找不到那个平台啦，发挥不出来。所以优先次序是什么？把自己放在对的地方。那我觉得天使他们是很愿意协助你的哦，专注在你最高的优先顺序，帮助你会有所谓的组织力跟动力。那我觉得有没有把自己放对的地方，有一个很好判别的点，就是说你对这个事情有没有热情，有没有动力啦。就是假设举例来讲好了，我们这个拍片这个其实也是蛮累的，累的点是说就是要花很多时间，然后我们要拍，要自己剪，然后要上传，要就是一些繁琐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做对的事情，我觉得就会很有动力，你就会有找到那个热情。这样懂意思吗？就是说，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那一种，你做再久都不会累，做再久都觉得很开心，很有动力。那这个就是代表说，你的顺序放对，你在做这个对的事情，然后天使啊都会给你能量啊，给你帮助，给你协助。那这个就是优先次序，这个给大家去参考一下。就是说，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你比较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啊，是不是适合的，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判断看看。好，然后呢，下面哇，这个天使也是回应，有没有？不太可能跟有其他更好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可能目前你已经有些想法了，但是我觉得不要太冲动，因为都权杖都是那个火能量，就是会比较冲动一点啦。那我觉得目前思绪你的牌面上那个火能量很多全部都是那个火元素太多了，代表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意气用事，或者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想太多就去做了，就是说没有思虑清楚啦，太冲动。那我觉得先让自己的心先静下来，有没有这个先净化一下，然后去找到你真正热情。我觉得火能量的这个热情是好的，是有动力的，是很好事。但是就是像天使讲的，你要放在对的地方，你要放在那个对的顺序次序上面，那才会帮助你去往前，你才可以去克服这一个转换期这样子。然后我们看一下哇，独角兽说放松，每件事都很好意思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其实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哇，独角兽直接给你一个安心的感觉，因为这样看下来，其实我们本身是会比较容易内耗的，所以独角兽这边直接给你回应，就是说其实他们都在你身边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一定会好起来的，不用担心，我们不用去担忧、恐惧之类的这种能量。然后再来就是说快乐的想法，就是说呢，在此刻呢要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讲一件让你觉得微笑的回忆或者是事物，就是说我们的专注力都只能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专注在快乐的这个想法、快乐的回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暂时的怎么样把这些负能量给排除掉、清空掉，因为我们不可能同时哭又笑嘛，对不对？除非可能我们有精神病，或者说我们是演员之类的，有没有？那我觉得大部分人的情绪都是怎么样？我们是只能专注在一件事情、某一个情绪层面上面。所以当我们专注在开心快乐我们想要的这个方向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其他的这些外在的人事物就会比较没有办法这么容易的去影响我们。所以我觉得关于工作事业目前现阶段我觉得是一个转换期，那可以先让自己的思绪平稳平复之后呢，再去做决定。目前现阶段呢，还需要做一些能量上的调整。那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这个智慧卡，说的是满足基本需求，就是说灵性是个很奢侈的东西，当物质、生理与心理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比较容易的去感觉到那个精神的灵性的需求。所以积极的把这些讯息呢，能够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生活或工作中，创造一个不虞匮乏的人生。这个跟那个天使有呼应跟麦达常讲的一样，就是有点像是那个优先次序的问题。他说灵性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追求我们的基本生活啦，我们的这些都满足了之后，才能够一层一层这样往上走嘛，就是像这个过程一样，我们是要走的这个顺序是要对的。当我们能够吃得温饱，我们穿得暖，好不好？然
然后衣食呢，基本上生活自理都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再开始慢慢的往上走到修行啊或灵性的这个部分，这才是入世修哦，这也是比较实际的。这个就是优先次序，然后还有我们去做一些清理。当我们把一些不要的东西啊，家里一些杂物啊清掉之后，你会发现你的那个内心啊会比较轻盈哦，你的思绪比较不会这么的烦。不然目前火能量太多了，就是有一点太暴躁了，就是看什么都不顺眼，然后就是觉得内心的杂念比较多啦，所以可能需要去清理一下。那清理完之后呢，您可能会有更好的想法。那现在是不需要担心的哦，这只是一个过程。所以独角兽跟我们说，每件事情都很好，专注在快乐的想法，就是过去快乐的回忆、人事物，会给你更多的动力哦，然后支持你往前。好，那这个就是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的这个解牌。那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喜欢这个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给你的朋友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接下来呢，我们看到选择第二组的朋友们呢，你们抽到的牌卡给你们什么讯息呢？就是目前这样看下来啊，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们啊，就是已经开始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哦，哇！就是一个在蜕变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蜕变，我觉得是好的，但是先说哦，压力会有点大，就是蜕变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以工作事业来讲的话呢，有可能你会想要开始出来创业，或者是说你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啦，一个新的阶段，然后你会是比较开心的，因为你内在啊，或者说其实你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但是有的时候有点比较挑一点，比较没那么接地，你可能会想的比较美好，就是所谓的比较容易幻想。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们呢，就是说你很有可能会自己开创一个灵性事业，或者是说那种跟身心灵有关的死而复生的那种感觉。那什么叫死而复生呢？比如说可能情绪啊各方面啊，就所谓的忧郁症、躁郁症啊，或者是财务啊各方面可能不是说很好，但是我透过了一些方法、一些方式，不管遇到什么工具也好，然后让我的这个人生有一个蜕变，那我就可以把我这个经历呢来去跟其他人做分享。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死而复生，这个就是用你的方式在帮助需要的人。但是我觉得一开始你会觉得压力很大，是因为这个是属于比较飘的东西，你要想办法把它接地，去结合商业模式，甚至是我们要如何的去变现。但是以这个目前看下来，我觉得时间到了，我是要开始去做这件事情哦。而且其实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动力啊，或者是说你会感觉好像不太会累，你用这种方式去判断，因为其实以目前来看的话，有点像是修行的感觉。目前开始你要踏上这一条修行的路，但是我觉得是好的哦，因为我觉得至少你是会有收获的。那你需要放下还是坚持？我觉得就是放下吧，就是去走你要该走的路啦。为什么要你放下？是因为可能之前只是个过程，之前的这个经验啊，只是一个让你累积养分的一个过程。不管是你的工作职场环境，可能不是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或者是你最终该去的地方。所以像雷诺曼也是啊，就是有点像断舍离，就是让你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啊，新的职场、新的公司，甚至是你有可能会自己创业哦，跟那个修行啊、身心灵啊，或者是说那种帮助他人的有相关。那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方向，但是就是压力会蛮大的啦。那一开始可能会钱就是会比较慢慢来这样子啦，可能就是不是为了赚钱去做的，就是可能要先讲比较清楚一点。可不可以赚到钱？可以，但是如果你是为了赚钱去做的话，可能会跟你想的会不太一
一样，不是说没有钱哦，还是可以看得到钱，但是可能就是稳扎稳打的啦，就是一步一脚印慢慢往前的，你要踏实哦，就是要接地一点，不然有的时候太飘了，有时候可能想的东西会比较没那么接地。那我觉得就是要落地去执行，然后这条路其实也是个不太好走的路，但是我觉得后面呢是会让你成长啦，就是会有一点让你比较激烈的成长，就是一个死而复生蜕变的这种感觉。但是其实你是有足够的力量的，你有足够的力量跟能力，这样子你是扛得住的啦。所以你的这个天使啊，或者说宇宙指导灵觉得，你是有这个能力的哦，你承担得起，所以把这一个任务交给你。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组的朋友们呢，因为我觉得修行呢，不用去想的好像很沉重，是说，我要出家还是怎么样？不是哦，就是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修正自己的这个言行，或者说去跟大家分享你的这个体悟啊，或者是说你开个频道去分享啊，自媒体这种的也可以哦，也算哦啊，我觉得也都蛮好的，因为就是让你的至少你是跟宇宙去做这个回应，让你去做你真正该做的事情。那我觉得有缘人自然而然就会看见，就会发现到你。这个就是关于第二组的朋友们呢。然后我觉得给自己的这一个就是压力，迫使让自己往前啊，我觉得是好事，但是就是要适当的去做抒发，好不好？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就是太紧绷啊，适时的去放松。好，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大天使圣德芬说，哇，在此时要非常温柔的对待自己，让自己围绕在温柔的人、情况与环境之中，就是善待所有你身边的人，还有善待自己啦。就是我觉得不用对自己太苛刻，要求太高不是说摆烂哦，而是说我们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嘛。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让自己稍微轻松一下，放松一下啦温柔的对待自己。然后再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大天使加百列，大天使加百列说，是承担起你的领导力量与地位的时候，充满爱的去引导其他人。哇，你是有领导力的加上你本身啊，就是可能我觉得把工作事业当成在修行，所以等于说就是你是有这个领导力，你有这一个能力呢，可以去指引他人，比如说开导有需要的人啊，同事啊，或者是说他们会因为你的可能某一句话就得到一些启发。然后再来这个天使更直白了，有没有？直接放下。今天我们的题目不是说要坚持还是放下吗？他直接叫你放下他也很直白啊，就是说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然后不就是什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用太执着，有些事情抓太紧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放下了。我觉得你们是那一种很容易会为他人着想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会觉得我会不会影响到别人，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或者说把那个人情包袱啊、人情压力啊看得比较重，有没有？但我觉得天使直接回应说，没关系，不是叫你那个不负责任而是说不，就是不会的，没事的，就是说没有像你想的这么严重啊，没有想那么复杂。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时间到了啦，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然后进入到下一个新的开始，而且我觉得是会有蛮不错的收获，就是可以好好的去体验期待一下。然后在独角兽说，你有帮助与治疗人们的力量，这叫做疗愈师治疗师。对，其实我觉得疗愈有很多种方式，像我们这种塔罗其实也是一种啊，或者是说你有学什么西塔疗愈啊、灵气啊，现在很多这种工具有没有？其实都可以。你借有一个媒介，借有一个工具呢，你去发挥你的天赋、你的能量，其实我觉得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那加上你看独角兽都给你这个讯息，就是说其实你是有这个天赋的哦。然后接下来发挥你的创意，好不好？创造的方法、涂鸦、绘画、思考与行动有点像是流动后啊、能量后啊，或者是说那个自由书写。你透过这种方式呢，可以去整理你的这个思绪。你可能画完那个所谓的曼陀罗，画完之后，你可能有些事情就想通了。
你可能有些事情就突然知道怎么做了，这是有可能的哦。他们透过这个方式来帮助你调频跟静心，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可以去试试看。所以代表说，你看大天使说你有领导力，然后独角兽说你是疗愈师，所以这样结合起来，我觉得很有可能会灵性创业啦，或者是说跟身心灵有关的工作，可能水晶啊、精油啊那种芳疗啊那种，我觉得都可以，都还蛮好的。因为本来就有分很多个面向关于疗愈这一块，所以就是你去找到你自己有兴趣的，你觉得不错、喜欢的，然后你做的时候会觉得很有动力，会觉得做再久再怎么做都不觉得累。虽然一开始会压力比较大、比较辛苦，因为真的是一开始看不到什么钱啊，钱来的会比较慢，但是我觉得它是稳扎稳打的，它会持续的让你稳扎稳打的往前。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智慧卡，灵性是个奢侈的东西，这个跟第一组抽到一模一样，我真的有重抽哦，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抽到一模一样的牌，就是要满足基本需求，就是说灵性是个很奢侈的东西，当物质、生理与心理的这个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比较容易的感觉到那个精神的灵性的需求。所以呢，我们要积极的将这些智慧呢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与工作中，创造一个不虞匮乏的人生。这个跟刚才这个有呼应哦，就是说我们修行啊是要入世修，我们是要接地啦，就是说我们的生活都可以过好，都可以自理的时候，我们再慢慢的去往上提升我们的灵性，因为本来身心灵身就在前面嘛，对不对？我们要先吃饱穿暖啊，对不对？我们才能够有足够的力气啊或时间，然后去提升我们的这个灵性。所以先解决就是所谓的生活啊基本需求、基本开销，或者说温饱的问题。那我觉得天使跟这个独角兽啊，其实很愿意协助你，因为你是在做一个利他，然后帮助他人，而且是对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天赋能量发挥出来。所以我觉得物质层面的东西反而就是接地，然后不太需要担忧啦，我们不需要恐惧担忧的能量，我觉得宇宙要给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来到你的身边。所以我们去释放一下，然后去调整一下内在的这个频率跟信念。那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们呢，很明显哦，就是说你要开始去走自己的路了，开始去踏上一条路，然后去放下啊，然后去断舍离比较不适合你的这些外在的人事物，去做一个清理。那我觉得后面呢是会还不错的，是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开始。那就祝福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们哦。如果你觉得有一些疑问啊、不知道的部分啊，也可以私讯我哦。如果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给你的朋友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看到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呢，就是天使跟宇宙有没有什么要给你们关于工作事业上的这个讯息呢？就是说，首先感觉到啊，第三组的朋友们，其实你很想要做一些改变或转换，其实想一段时间了，但是一直跨不出去。可能你对工作或事业有自己的一个期待啦，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但是可能迫于一些原因、一些因素，你可能目前现阶段还没有办法去做转换。但是其实你很清楚的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你很清楚知道你要做的事情哦，只是目前现阶段呢，可能想的还比较多，或者是说可能还有一些因素，你还没办法去做或离开。那待会我们会看到那个建议的这个部分，但是从这个塔罗的这个讯息看下来啊，我觉得专注在你所想要做的这件事情上面，你就是不用去管别人啊，你去专注在你内心，其实有个答案，一个声音。你可能从事的产业也好，或者说你做的事情，可能跟别人，或者说跟你家人啊、身边人的期望可能会有点落差，但是没有关系，你就专注在你自己手上做的事情就好了。你不用去管别人，不用去管任何其他的人。那我觉得天使会来去协
助你关于疗愈的这个部分啦。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害怕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是说我们想要融入一个团体啊，一个群体，其实跟我们的这个集体潜意识是有关系的。因为就是会觉得不能太突兀吧，或者说我们东方的这个思想，东方的教育就是说我们要跟大家一样啊，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就是不能太做自己啊，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容易会有这种信念。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去做一些调整，因为时间到了，有没有？就是说可能这个该做的事情时机成熟了，可以开始去动了。可能你会觉得还在观望也好，或者说不知道从哪边下手，但是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因为其实宇宙很常会给你一个礼物，或者说给你一个成长好了，但是它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不用想太多，你不用去预设立场太多，做就对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想要的东西，它会用不同种的方式来到你的身边，但是最后有没有达成那个结果，一样也是有哦，但是会可能比你想的还要好啦。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看的那个角度维度不一样嘛，我们可能觉得目前现阶段是这个是认为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但是呢，可能我们以高我啊或宇宙的角度，他们从上面往下看，可能会给你更好更适合的东西。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专注在眼前，活在当下就好了。其实你很清楚知道，我可能已经有想要做的这个产业啊，这个项目，其实你就专注的去做，就落实的去执行就好了。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内心有点孤单，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人理解，没有人懂，那没有关系，就是说其实看天使啊，或者说待会我们看到后面的那些讯息，就是说其实高我指导灵天使其实都一直在给你一些能量啊，或者说给你一些指引，然后让你很清楚的知道，就是不用怀疑自己，然后让自己去发挥你的这个光芒，去把你的这个才华展现出来。但是要特别注意哦，就是不要被诱惑去了。举例来讲好了，就像是现在诈骗这么猖獗嘛，对不对？他一定会很清楚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因为感觉你内心已经有一块了。但是要特别小心注意的是说，他可能会反而利用这一点来给你画个大饼也好啊，或者是说来给你一个用比较好的包装，不要讲大饼，就是用包装好了。他可能用一个好的包装的这个礼物给你，但是里面打开可能是毒药，或者说可能是比较不好的东西，很有可能会有这个几率哦。所以就是说要特别注意，或者是说有目的的人会想要接近你，可能会想要利用你啊，或者是说可能他的这个动机背后的这个目的不太单纯，要特别的去留意一下。然后最后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就是有点像是孤注一掷啦，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把所有的东西压在一件事情上面，就像是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嘛，因为一破全部就破了。所以其实我们要有弹性，然后不要有这种赌博的信念跟意念在里面，会觉得说，我就 all in 了，或者是说我就是赌一把，要么我就成功，要么我就翻身，要么我就怎么样。我觉得那个是不太好的方式啦，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就是长久的接地的那一种，而不是说我们有一种确定，然后全部都交给一个未知的这个集体意识去决定的这一种。所以不知道这样大家听不听得懂，就是说我们要把人生的主导权放在自己身上，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力量拿回来。我觉得不要去那一种赌博的这种心态，这种信念，我觉得是比较没有这么健康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象棋卜卦的部分啊，就是说其实外在的这个环境可能负能量有时候会稍微多了一点，或者是说所谓的这个小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一步一脚印，会持续的想要去往前，而且你也会很想要扩展，你会很想要有所作为，只是有的时候想的比较多，有时候稍微会比较内耗啦，会有点自己把自己给绑住的。所以其实不用太去管外在的这个环境，外在的这些阻碍啊、负能量什么的，你专注在你自己身上，把我们的力量拿回来，反而你是可以去发挥你的影响力，甚至你有可能去影响到他们哦。所以再来就是说，天使给你的建议就是大天使加百列滋养，就是说当你在滋养小孩的时候，同时也在滋养自己的内在小孩，这两者现在对你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所以
以就是说，第一个，如果你是身边有小孩的，或者是说你的工作职场环境可能跟小孩有关的，那你可以去滋养他们。滋养他们就是说爱他们啊，对他们好啊，或者是说就是用你觉得好的方式去对待他们，去善待他们。那这么做的同时呢，其实你也在疗愈你自己，疗愈你自己的内在小孩，或者说你自己可能就是跟旁边这个我觉得有点呼应就是生命的回顾，就是大天使耶利米尔检视你的生活，决心去做改变或治疗任何不平衡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时间到了啦，这两个的讯息我觉得有呼应，就是说当你在疗愈你的内在小孩的时候，你就是在检视你的过去的这个生命经验，过往的生命的这个架构跟这个回顾。那我觉得如果你比较不清楚，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我们生命的主架构的话呢，你可以私讯我，那我们可以再约个时间帮你排那个象棋卜卦的命盘。那其实排出来就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我们几岁啊的生命架构是什么，可能会遇到些什么事情，然后有什么信念需要去做调整、释放跟疗愈的。其实这样子看就蛮清楚的。那其实天使提醒你的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外境就是反映我们内在的状况，所以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啊，不是全部啦，可能是有所谓的流产啊，或者说有拿过小孩。如果你是有这个状况的，可能有一些人他们会就是所谓的这个是有点愧疚感嘛，或者说愧疚感就会形成一个能量，就会变成阴灵的这个问题，可能有这个资料，所以我们就是把它释放掉送走就好了。这个是有方式可以去处理跟疗愈的，所以其实我们去滋养它，然后去做生命的这个回顾。那我觉得同时也是在帮助你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然后去让自己能够真正的去发挥你的这个影响力，因为其实内心已经很清楚知道我们要做的这个方向是什么。所以留心征兆哦，再来天使有说这个征兆就是要叫你注意什么，就是跟这个有关。这个蛇呢，就是可能带有目的性的人啊，或者说天使会提醒你，可能前面有些危险，我们有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要看到那个所谓的 sign， 就是他会给你一些符号啊、讯息啊，或者说人家可能会突然跟你讲一句话，只是我们要稍微觉察一下，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这个前方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哦，或不太 OK 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稍微拐个弯，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可能去做别的事情，然后去避过这些坑，这样子就是让你留心一下征兆，但是后面是巨大而愉快的改变哦，就是说这个过程、这个方向是要让你去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让你去开始让这个命运的齿轮能够开始运转，让你能够知道，就是说，我开始要去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没问题的，只是我们还是要稍微清理跟疗愈一下相关的这个议题，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生命的主架构，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释放。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独角兽的讯息，就是与众不同没有问题哦，你不需要跟别人一样，如你所示的就是完美的，就是说其实你生来呢就是天生就是完美的，因为我们就是照着这个造物主啊，或者是说所谓的神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所以其实我们是都没有问题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所以我们要去发挥，就是去找出自己的这个独特的能量、独特的这个天赋，你是有本来就该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只是把该做的事情把它拿出来做而已，所以是没有问题的哦。那在旁边是练习，就是说想要精湛一项技艺的最佳方法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直到抓到诀窍。所以就是说，你一开始会觉得想比较多，没有自信啊，或者是说可能会被自己绊住，是因为我们的底气还不够。当我们有足够的这个经验啊、练习的时候，你就会像这个工匠一样，你不用去管别人，熟能生巧。我们现在会被牵着走，还找不到方向啊，跨不出去啊，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进入到下一步，是因为我们的底气还不够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能够有比如说足够的经验，
你练的比如说个案够多，或者是说你这件事情已经做了好几百次了，那你自然而然就会有自信。像那些体操选手啊，那种运动员啊，也是不断的练习来的啊。就算他们本来有天赋，但是他们没有练习，基本上他们上场也会有点心虚，对不对？是不断的这样累积经验值，然后不断的这样子去让自己持续的去往前。所以呢，就是说让自己不断的去培养自己的经验值，然后这个方向我觉得是对的，只是有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身边的这个环境啊，或者说所谓的这个身边的这些人事物有没有是可能所谓的小人啊，或者说可能是有目的性的想要利用你的，就是不单纯的那一种，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去滋养一下我们的内在小孩，或者说跟小孩有关的这些课题议题啊，可能要去疗愈跟释放，然后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这些生命经验、生命架构，然后去释放跟去滋养一下自己的这个内在的这个生命。那最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智慧卡，很想这么做，就是说要拥有快乐，需要在日常生活里找寻特定的意义与价值。今天练习刻意为某些该做的事赋予一些特定的意义与价值，我们会发现这会让我们真的很想这么做，而非应该这么做。就是说蛮有智慧的听完觉得蛮有智慧的。就是说其实任何意义都是我们去赋予它的啦，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想这么做？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怎样，为了符合他人的期待，这个整个社会的价值，或者说为了生存，为了赚钱，有没有？我们应该要怎么做，但是我们不是真的很想要这么做。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练习的哦。哇，这个他有提到练习嘛，对不对？我们可以刻意的去练习，然后刻意的去为某些事情呢赋予它快乐的这个定义，然后我们可以去发现，我们就会找到内在的真正的这个天赋跟价值，而且你是由内而外的感觉到开心跟喜悦的哦，你就会开始慢慢的熟能生巧，而且你会很想要做，你会很有动力，做再久啊，再累啊，再辛苦，你都不觉得有什么，你也会觉得乐在其中。那这种的就对了，这种的就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啊，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或私讯我。那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记得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哦，然后可以跟你的好朋友们做分享。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你心里是否正挂念着一个人？在这段关系中，是否有太多未解的疑问？有时候我们在爱里迷失，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乎，不确定这段感情的未来。